好，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那么我们从数据出发，落实到交易中去。交易之刃打造你美股交易的利刃。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个股。在周末的视频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应对，包括观察还有数据。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具体的到每一个交易中具体的去落实交易计划和怎么做的。那么今天呢，想借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当下市场现在所面对的4200点之战。那么4200点为什么是这个点位？然后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请开始今天的视频。好，现在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市场上关于它的一个估值，我们来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估值的原理和应用。好，我们就收到了最新的就是 Yardeni 的这个 research。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免费的，而且每个礼拜差不多礼拜二吧，它都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估值。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 forward PE 对于这个标普500它现在的这个估值。那么现在来到了多少呢？现在来到了一个 18.2 的这个位置。那么 18.2 这个位置是多还是空？我们可以画条线，就是你画到这条线上来看的话，大家看其实是来到了还是一个偏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只有什么时候呢？是00年的话呢是一个24到25，这是个大泡沫。然后呢就是20年的时候呢是22，对吧？也差不多这个位置。那现在18左右是在什么位置呢？现在18左右就是在17年的这个高点，对吧？这17年的一个高点和大约03年的这么一个高点上，对吧？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位置上它还是一个偏贵的，这个整个地铁上是个偏贵的，对吧？就说从价值投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位置上你不能称之为便宜吧？但是 MiCap 大家就不一样，来看就是中小盘的这个估值，其实就都是什么在底下，所以这跟我们当下市场中是走势是发现非常有点类似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是集中到了那些非常强势的一个板块。那么这样的行情有没有一个类似的？因为我说比如说用15年的也好，用10几年的也好，大家总会有人跟我说当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这是事实，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找到完全一样的这个环境。但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环境的话，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就是 A 股的这个行情，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跟它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标普尔，那现在来说 18.2 这个位置上其实确实是不是非常便宜了啊，这是从标普的角度来说。所以这就是很多投行他给出的几个，比如说软着陆啊，比如说给硬着陆啊，比如说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从比如最新的摩根大通的这个分析师就是麦克威尔森，他是首席经济分析师，那么他这个时候他给出的一个非常 bullish 的一个点就是4200，所以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我们知道他虽然抗空了非常长的时间，也被所谓市场打脸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说的话呢和他的分析也是来自于数据和他们的模型，也不是说上来就瞎说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4200点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心理的价位。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知道高盛也好，美银也好，他们对于整个的牛熊给出这些估值 EPS 的分析的话，基本上也都卡在了4200到4300之间。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来说，你会看到这个位置上的话，你会可能不太想进，因为这就是性价比的问题。假设我们的目标是4400，那么4200到4400的话是差200点，那么如果它的最差情况下，一般来说像麦克威尔森他们给到的是3300，还有呢就是像高盛给出的3600，那么不管怎么样，以当前的价格来看，都是向上的空间是比向下的空间要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估值的角度来说这里面呢是相对来说是不利于多头的，这是从估值的角度，而且4200就是一个坎儿。好，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换成 PEG ratio， 就是它的增长速度去比上。比如说我一个公司，假设我们都是科技公司，它的估值偏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成长可能非常快。假设你的公司成长是 50% 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估值多高其实都行。还有就是一个公司的如果它的成长在 100% 以上的话，你其实就可以怎么估都可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那如果我们通过一个 PEG ratio， 对不对？那么来做一个估值，或者说简单来看大盘的估值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市场上现在也是来到一个比较贵的状态，也是一个比较贵的状态。那么这个比较贵的状态往往发生在这个衰退的末期，因为衰退的末期它就会比较贵，因为是
股价也跌，但实际上它的向前看你的增长是特别低嘛，所以就是往往来说出现这种地方，它容易出现其实是个底部啊，其实是个底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家看这是20年的一个3月，对吧？那现在这个位置上往回调，所以你在从 PEG 的角度来说，感觉到非常怪异，就是这个位置上呢，往往是底部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估值贵或者增长低。那其实现在的增长也比较低，估值也比较贵啊，那不是由于增长大幅降低造成的，是股价提升造成的。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比较怪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一般来说，大家看99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往往在向上的过程中是一个衰退的过程。那么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价格也是一个偏贵的啊，是非常偏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升浪。大家看09年的3月份这个地方开始它向价的下降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经济开始，或者说市场公司开始向前预估恢复。注意是向前预估恢复，它不是当时就恢复了，真正的恢复是在大约10年11年的时候啊。那么后面又是开始变贵了，对吧？就开始贵嘛，贵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调整啊，出现了一个调整之后呢，又出现了一波什么呢？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公司向前的盈利随着啊你的一些包括减税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政策的刺激，会把它再次拉低。那么你可以看，这就是18年的一个所谓的18年底的这么一个下跌之后，又来到了一个非常贵。所以说不管我们现在不去猜它涨跌，不用这个值去猜它涨跌，但是我们可以猜一个什么呢？就是在2左右或者说 1.6 左右的话，它往往容易出现转折，对吧？你不用管它是涨还是跌，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特别低，比如在1以下的位置和 1.5 以上的位置都容易出现某一种就是转折。所以现在的位置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容易在大方向上变盘的这么一个原因。好，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 Sentiment Trader 这个网站上，它更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科技股所占的比重现在来到了几乎历史最大啊，几乎是历史最大。那么这个时候它往往对于后市来说不是个特别利多的，就是说是个中性吧。你看它是就是你在后面看的 positive 的百分比啊，它是一个中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那么我们意味着说现在市场我们去以一个估值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特别好的时候。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我们的观众也好，我们的观众其实我的频道还好，就以大多数咱们的就是普通投资者或者说大多数观众来说，大多数朋友特别喜欢就关注明天是涨是跌。其实你真的拉到一个咱们所谓的估值这个方式上来看的话，其实对于大家是没什么耐心的，说真的哪怕等说2礼拜都不行，我们必须要看这一礼拜，就这几天你要是不跌或者不涨就着急了。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从估值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不便宜的，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上呢并不是那么利多的。好，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市场闪崩的概率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现在是叫做 extreme thin。什么叫 extreme thin 呢？就是指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迈克尔威尔森其实也提到这一点了，包括高盛的几个分析师就提到这个，就是当下市场中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上涨并不是由整个大家都好啊，那么而是有这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非常差，而现在市场中是由这个集中到某个赛道或大部分个股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的上周我们讲到就是如何化解当下市场这种非常脆弱的结构，那么就通过的是我们说大盘涨的时候进行一个横盘，然后个股出现什么金彩纷呈的这种一个状态，这样个股就是随着大盘横盘，个股进行一个补涨，来化解它是这个深度的不足。而我们在上周或者说这周的昨天其实也看到了市场中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这赚钱效应还可以，有很多的赛道个股尤其小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强。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对于标普的成分股来说仍然是非常弱的，而且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反而还降低了就是这个地方它的折腾来折腾去之后，它整体上整个就是说你不管是用比如说我们用 NMO 麦肯米兰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来用这个
equal weight， 对吧？去对比现在，那它这个走势也都完全不一样，非常的弱。那么我们再对比，比如说我们在用 high low 啊这些指标，其实无所谓，都是深度的这个或者宽度的这么一个指标。那么这些宽度指标下来之后呢，没有一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的。那么整个这个状态都是一个什么呢？都是这个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还是那句话说，我们观察到了市场偏弱这个状态的时候，不代表说明天就一定会跌。而明天如果不跌的话呢，我就是现在有点不太敢说了。但实质上我想说的是，就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所经历的这种风险，并没有因为这两天的上涨或者说出现了一些排空，而是出现了让我们呢感觉到这个市场已经是高枕无忧了，或者说更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没有这样，反而是说它的这个风险在从这个角度出发，从深度的这个角度或者宽度的角度出发，其实这个位置上是还加深了。好，那我们回到具体的操作上，我们看到就是昨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复盘以后呢，我就是说，其实我们从标准普尔的这个走势来说，就非常容易操作的。我们画出了一条黄色线，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放粗一点大家看这是个黄色线。那么黄色线出来之后，我放大一点那么可以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只要它维持在这个向上的结构就可以。那么今天这个位置上是个阴线，同时这个阴线是跌破了这个黄色线。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顶部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顶部的状态，它不是底部的一个状态。好，那么我们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去看你看一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30分钟走势，我们再换回这个 SPX， 那么换回30分钟的走势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盘，对吧？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横盘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画过，就是这样的两个框框。这是上面的第一个框，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框，然后呢，这个大框之后里面又套了一个小框，对吧？又套了个小框。那么这个大框的这个小框之后，它应该是做一个盘整之后，如果能向上，那么就可以继续的走出这个趋势。那么如果今天像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小的假突破，那么它下来了之后不能马上回去，而是选择向下的话，那么我们有很确信的理由，就是这个位置上有可能是转弱。但是我们具体的转弱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就是继续看，就这个位置上它能否在下沉的过程中弹起来，做一个假跌破，或者说是破线分再翻往回走，形成新高，而且去修复它的深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现在来看，我们说今天在4200这个位置上就是非常大的阻力，它就是上不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要注意一个偏空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之前来说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一个5%仓位的一个 puts 的一个仓位。那很多人有留言就说我们的交易者要注意一点的是，交易的核心是作为风控和一个仓位的管理，不是说每一次只能看多看空，这个二元思维同时只能 all in所以我们每次都特别痛苦的就是说，你说什么最后总会有人来这个跟你掰扯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不值钱你错了你就没了什么的。就是说我其实想说的是，要注意为什么我说要有6%的这么一个仓位，就是因为我当看到就是横盘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偏弱的横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经济上的数据支撑，它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一个衰退，或者是带了一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那么黑天鹅是我们不知道的，它就是当你出现一个事件的时候，就是当你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不代表你马上就要得病，而意味着你更容易得病。那么你得病它就是一个概率，那这个概率击打到它的话，它就很可能非常脆弱，出现一个闪崩，或者说是很快就下去。那么这个概率是多大？比如说这个概率在未来的3个月内或者4个月内是10%。那么如果是10%的话，那么向下这种情况出现，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可能会有10%以上的这么一个回调，或者说是更多。咱们假设占10%，那10%的话，那4200点减10%，那会到3800左右。那么如果能在这个短时间的发生，我们去买一个
10月份或者9月份的3380的 put， 它很有可能要分1倍到2倍，那具体看什么时候发生和它下跌的速度和恐慌程度，这个没错吧？那么如果这个概率是10%，那我的仓位至少也最多也就下到5%，也就是说，当我这个10%的这个概率那么去用5%的仓位博一个10%，可能出现翻1到2倍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去算一个期望概率的话，那么这个概率就是一个正向操作，它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那10%瞎说的，对吧？其实我自己看到的衰退也好啊，深度也好啊，你去做一个量化，它出来的概率其实10%还多，就因为它是做空，我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工具可以长持，所以我才把仓位再降70%，也就是变成我算出来概率中的30%左右去做。所以那我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你如果比如说你就做一个右侧就确认了弱了以后，那么明显这个地方等我们确认弱了以后，你可以选择反抽不过做这么一个操，或者说它翻上去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做多，那是完全都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分析刚才有好多朋友问到期权课的这个内容，我们现在后面还会更新尤其是基础的知识这个内容会把它精炼，我能看到的所有信息还有书都把它精炼成动画的形式，以方便大家去更深刻的和更加简单的去理解期权学习期权。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把期权要和包括 cover call是 long call long put 蝴蝶铁鹰，那么这些策略呢，就是如何把它结合在我们具体的交易模型，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对吧？那么具体呢，我会挑出很多期呢给我们的 VIPs 进行首映，他们可以先看看，然后提一些意见，后面的话呢就会更新到我们那个 Teachable 上来，然后后面会做成一个所谓的产品。那在这之前的话，不管你是有没有订阅我们，或者说来我们这里的话，前面的所有的这些知识我们都会把它做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要写很多的这个稿件，还有呢做很多的这个内容，保证还要做一些校对，还有就是动画的制作都需要花时间。希望大家呢能耐心一些好，我们稍微讲一下纳斯达克纳斯达克100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多重的顶部的一个结构。我们就是周末视频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地方就要冒头一冒头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不代表说它就一定暴跌，但是你冒出去之后，大家注意这里风险是超过收益的，不代表说我们就只能看空或看跌或者说看涨看跌，就是但这个地方你这么看的话，肯定是风险超过于收益。那么我们一说风险的时候，就会有朋友又是末日期权盲买 put， 最后呢又是被市场带走，那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咱们关于风控和仓位的控制，这个位置上我认为说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就是当下市场对于纳斯达克来说也不是非常轻松。好，我来说一下最近的这个爆款就是 PFE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爆了巨量的上涨。我想跟大家讲，就像这个地方的话，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做 PFE， 然后呢我主要就是跟着我们的小伙伴做的这个仓位，就是我们Discord 里面的这个药神。为什么跟药神做呢？就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也是我做 Discord 做我们这个社群和这个媒体的一个初衷，就是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交易。因为我不管再努力，或者说我花时间再多再学习，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每一个行业或者说每一个方式的一个优胜者，或者说这个专家。我不可能在基本面上、情绪面上、技术面上处处都能全面的获胜，或者说全面的去掌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我们术业有专攻，你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各个行业优胜的人才和他们的专家，其实他们可以为你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就是我这个地方完全就是抄别人的作业。那么在抄别人作业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网友群友说了，那么如果比如说你真的有能耐在市场中赚钱，为何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不是直接开个基金什么的？其实想过也可以，一个是累不自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其实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为什么更喜欢跟单呢？就是因为喜欢自己去操作
啊，喜欢自己去玩，我们称之又菜又爱玩。但是呢，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如果一旦是赚了钱，往往产生幻觉，就认为自己特别棒，而一旦亏钱的时候呢，就会去赖那些跟你分享的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点，就是当你选择啊，就是相信别人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后背啊交给别人，只要是对方是靠谱的，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你是认同的，那么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里面辉瑞是爆了巨量，而且这里面是第3次的一个顶部结构啊，底部结构。那么我们再从辉瑞的估值上来说，我们就简单的我给大家看啊，从辉瑞的估值上来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地方的催化剂是什么？它这个地方的催化剂是因为出了那个跟于治糖尿病相关的药，那么它的这个 forward PE 11.7啊，对于整体上来说不是非常差，这个整体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估值。那当下 PE 是7点多，也是非常合理的估值。大家可以看这个 quick ratio， 这是关于资产负债的比例的话，那差到1点多。然后呢，它的就是债务和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资产比现在也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最好的是大家可以看啊，就是 gross margin 达到 70%， ROI 25%， ROE 30%， ROA 也有 15%。 那么这些数字都送出来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这个公司具有非常强劲的垄断和赚钱能力，只不过它的走势非常弱。那么这段呢，正好有这个消息面把它打，就是相当于刺激它上来了。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爆了这么大的巨量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的买入，那么它并不会是一个咱们说是短期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像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阳线出来了啊，这是周线的一个阳线出来了。那么这个过程中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震荡反复，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上它拉起来了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横盘或者说是震荡。那么你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啊，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持有它啊，对吧？你对公司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走势有信心，你就可以持有它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说情绪面、基本面、技术面缺一不少，还有宏观，每一个其实都要看。那么我们的这整个的系列视频，我们也有团队去做这个基本面。虽然说我知道看的人非常少，或者说看的人大家的兴趣点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我们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每一个炒股过程中，每一个学习或每一个认知的构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就要相信你身边有能力的人，那么他可以带着你挣钱。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啊，你要想到的这么一个思路。那么对于辉瑞来说，我会选择逢低加仓。那么这个低，什么叫低？那我一般会以5日线和我们的生命线13日线为主啊。那它只要有回拉或者盘整，进行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毕竟这是一个老爷车的股票，你指望它出像标股一样，像去年或者2021年这种飙涨，不是太现实啊，不是太现实。但是我们要有一定的仓位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会在它的上涨过程中持有，我也可能不太会去操作期权，我就会操作正股就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除了我说的资产负债各方面都不错以外，还有将近4%的一个分红，那我拿它没有任何毛病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money market， 也就是这个现金的市场，现金所获得的收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所以这样的股票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认为这个位置上是值得啊，我去在这里持有的。所以这是这个仓位的一个分析。好，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大家喜欢的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是形成了一个突破啊。我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操作，昨天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做了所谓的一个双开啊，所谓的双开其实就是在它临近170这个位置上，在下面的时候开上面的210的 call， 然后拉起来以后又开了 put。那么其实这个双开是有朋友说双开那不难，时间一长了就都归零了，是吧？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开几个月以后的，就是因为你的 theta 时间磨损在这个时候的磨损是非常小的。那么它的 IV 在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特斯拉的这个 IV 啊，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 IV。
当时它的这个 IV 这个值低到什么程度？低到了几乎是历史最低，而且比它的自己的震荡还要低，所以这个时候做买方是吃灰是相对少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什么，就是相对则是在底部的时候是开上面的，上面的话开下面的。那么当时一组差不多是13、14。9月份呢是170，上面加40是210，下面减40是130。那么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靠在昨天和今天就已经来到15、16块、16、17块，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呢，把靠进行向上的一个 rollover， 这样的话有一部分也是将近多少钱的，将近7到8块钱的利润已经出来了。那么这样的7到8块钱的利润出来了以后，我之前的成本是16、17块，也就是说我当下的成本只剩下7块多。那么7块多的话是什么？下面仍然是130的 put 和对上面220、230的或者220还是230的这样的靠。那么这样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位置上它可以继续上涨的话，那么我还可以继续的什么锁利，把剩下的就剩一个白嫖了。当然如果你要是也是做类似这种双开的话，那么是这样的，靠已经回到了将近14到15块钱。昨天是靠14、15块钱的时候，你的 put 从原来的5、6块钱还剩下3、4块钱。那么这个时候你同时出也可以，就是你之前一组开是14，那么现在的话你这时候卖出的话，将近可以卖到17到18。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其实这一组来说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盈利。那么就是它走出了一个小单边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期权的这个价格也没有现在爆冲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开始做卖方，而是在这个位置上仍然是做了一个什么呢？仍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把靠的那一侧向上一个 rollover， 一个调仓，调的更加外一些，向外的这么一个向上且向外的这么一个调仓啊。那这是我对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半导体，我们说像英伟达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风险其实就非常大了啊，这个走势就非常非常大了。或者说我们看到说 AMD 对我来说，上次跟大家讲了一个叫做学区房的概念。那么从有好多朋友留言啊，就是问什么是学区房。学区房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上一期我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找的2个我认为非常强势的赛道啊，那么人工智能和这个电动车。大家可以看1月份刚出来的视频啊，对吧？那么包括我盯上的就是微软，还有 AMD 我把它定义为了赛道之王，就是因为 AMD 在这2个赛道上，它都有就是都有表现，或者说都有它可炒作的空间。但是现在的这个上涨特别 stretch， 就是说向外的这个太大了。我给大家上次就是周末，其实我们讲过微软了，微软就是那个周线级别的来到了上面那个所谓顶部，那么日线级别这就更别提了，就是这个位置上它不一定马上跌，但是整体上来说你这个性价比极低，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买入性价比极低，就是说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那么同时 AMD 这里也是，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上认为它还能带大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的性价比就极低了，所以我会对整个的这个持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的保护。但是我们说学区房的特点就是我们比如说偶尔去租一些租客啊，上 Airbnb 啊，挣点小钱可以，但整体上不会轻易的把学区房扔掉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你长期而言，学区房，我就说这些股票和公司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什么资产啊，都是资产。所以这就是我对这几个个股上的这么一个分析吧。然后呢，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这个盘中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我上这个周末没有讲清楚或者讲完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我们 Discord， 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连接，尤其是我们还有平时的那些视频啊，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继续更新。